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3月23日，今天是星期天啊。那么这两天呢，我又聊了2期这个关于西班牙移民的话题，还是有不少朋友呢比较关心的啊。那么有朋友呢，他关心这个税务方面的问题，就是大家用非盈利居留在西班牙生活，或者说就西班牙啊，会不会为我的这个在中国的收入或者在其他国家的收入啊收税？比如说像养老金啊，像那个房租啊，或者别的东西赚了点钱啊，这个收税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一个生活成本的问题啊，因为有人也会问啊，你说的50万人民币才能过得很舒服，那很多本地人1500欧他们是怎么生活的？那么我昨天晚上呢，我就为这些事情啊，我做了功课啊，我查了很多数据，是2024年年底的最新的数据，2025年的因为现在才刚开始嘛，对吗？我花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些表格啊，那么我今天呢就录这个视频，把税收和生活的一些具体的支出收入，那么去讲一讲啊，那么希望对大家呢有帮助。那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呢，也请给我一点支持啊，给我点个赞，对吧？我也不用你们什么打赏啊、什么加会员的这种的啊，都不用，你们就给我点个赞就行了，好吧？那么首先呢，我先讲一下这个收入的问题啊，因为包括有人说啊，西班牙人本地人怎么生活的，这个其实我之前讲过一些，但是我一直是用文字，就我口头讲的，我没有讲过就是具体的一些数据啊，所以呢，我就是讲的具体一点吧。首先呢，就是我们到了2024年底啊，那么西班牙它现在的平均的收入呢，就月薪啊是1987欧元。那么它比2023年年底呢，它增长了3.8%啊。那么比起2022年呢，那么它实际上增长了是578欧元啊，就是2022年的数据其实是差不多是在1520欧元左右啊。所以呢，就是大家脑子里面一直1500欧啊1500欧，这个其实是2022年的数据。那么这2年呢，西班牙的经济在增长啊，随着外来的移民的增入啊，俄乌战争啊，很多人来这边买房啊，或者说黄金居留啊，对吧？就很多移民跑来，增加了这边人的工作收入，增加了这边的物价啊，这个也是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就在叫，对吧？说啊鸡蛋也贵了啊，什么也贵了啊。那么所以啊，大家以后不要再用这个500欧这个数据了啊，现在应该是1978欧啊。那么在西班牙1987欧，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收入，对吧？那么所以呢，我做了几个收入的模型，生活成本的模型啊，就是一个人生活啊，那么它的这个成本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以西班牙人的数据啊。那么首先就是单人生活，对吧？单人生活啊，那么房租啊，房租在大城市就单间的公寓啊，那么它的大城市啊，像马德里啊、巴萨这种啊，小城市，那么就像什么阿里坎特啊，什么这种小镇，对吧？那么房租呢是这种就是900到1500欧啊，大城市的单间公寓，小城市呢是500到900欧啊。那么这个市中心呢，它就会贵一点，对吧？合租肯定会便宜一点啊。那么水电网费啊，100到150欧元，大城市；小城市呢是在80到120欧元。那么这个呢是包括电啊、水啊、天然气啊、互联网啊，对吧？食品
杂物啊，那么250到400欧元啊。那么小城市呢，差不多在200到350欧元。那这一般呢，就是说是超市购买啊，就是一些吃的啊，什么调料啊，对吧？油啊，对吧？那么交通成本啊，那么大城市呢是在55到75欧元，小城市呢是在30到50欧元啊。那么它有些公共交通呢，它是有月票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如果没有月票，啊，就是完全的单次乘。那么像这边啊，我自己啊，就是我在这里做一个，比如说单次的电车来回啊，就是5欧元啊，单次的公交车来回差不多也在4、5欧元。那打出租车的话，那么一次呢，差不多就是30欧元到50欧元左右啊，就是如果需要打出租车啊。那么就是一次，对吧？那我这个里面我列举的就还少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月的啊。那还有就是手机的套餐啊，前面那个水电网费呢，它是家里的宽带，对吧？电就固定的啊。那么手机那一般就15到30欧元啊。这个因为西班牙各大通讯其实差不多的啊，所以就一样的。接下来呢就是保险啊。保险就是大城市是50到150，那么小城市是40到100啊。还有就是娱乐，对吧？娱乐嘛，你有什么餐厅你要去健身房健健身你要那个就是社交大家出去玩玩对吧？这大城市呢一般200到400，小城市呢是100到300啊。这个看每个人不一样，对吧？所以呢，就是在大城市那么一个人他的生活成本差不多是在1570欧到2705欧啊，这个是取上下限的啊。那么小城市呢，差不多是在965欧到1850欧啊。这个呢，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都是看着最低的那一种去算的最低的那种去算的。那么如果在大城市呢，其实房租还是比较贵的，对吧？它基本上就要1500欧。那么你如果1987欧呢，你的收入呢，其实你是过得紧巴巴的你一定会很节约。小城市呢，相对来说呢，生活成本会低一点，对吧？但是小城市工作机会就很少你很难就是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对吧？当然，对我们这种就是不工作的人来讲，其实是一样的，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2个人人口的和3个人人口的，对吧？2个人人口嘛，就是一对夫妻；3个人人口那么就是有一个孩子的那么我这个呢就没有放大城市了因为那个数字就很高，就没有意思了，对吧？我自己也没有生活在大城市我就以小城市作为一个例子吧。那么2个人家庭呢，那么房租呢，就是2个房间的这种公寓是差不多750欧到1200欧那这个已经是像750欧，现在真的都很难我觉得都挺难的，就那个房子的状况应该也很差。1200欧也是如果在我们这块地区的话，其实也就是就中等吧，对吧？那么3口之家呢，差不多就900欧到1500欧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中心好一点的地方，商业繁华一点的地方贵一点，郊区嘛就稍微便宜一点。那么水电网费那么就是120欧到180欧，3口之家呢就是150欧到220欧还有呢，就食品杂货就吃饭什么的。那2口之家呢，差不多是400到600欧，对吧？那么3口之家呢是600到800欧然后呢，就是那个交通交通呢就是80到150欧那么3口之家就是120到250欧。手机套餐呢也是的就30到50欧，3口之家呢是50到80欧。然后呢就是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呢是80到200欧3口之家呢就是120到300欧那像我自己我一个人差不多就是
每个月我就要占到差不多接近100欧啊，这个保险的费用，私人的。教育的话呢，那三口之家的话，基本上100到那个500欧啊，因为其实对于就是移民的话啊，那私立幼儿园肯定是基本的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课外的辅导要去再额外学习语言，对吧？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就是你带个孩子来的那种啊。还有就是什么尿布啊什么的啊，幼儿的这种50到100欧啊，这个跟年龄的不同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还有娱乐啊，娱乐是150到300欧啊，那么三口之家是200到400欧啊，其实这个也挺省了啊。所以呢，总的差不多啊，就是三口之家，就是两口之家，那么差不多是在1610欧到2680欧。那么三口之家呢是2290欧到4200欧啊，这个是在中小城市，就不是那种什么马德里、巴萨这种大城市，对吧？啊，那么三口之家呢如果说2500欧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最低的，很低很低了。如果你要上一些什么私立的学校啊，或者你要买个车啊，或者你对小孩还有一些额外的付出，对吧？那你最少也要3500欧到4000欧啊，你差不多才能再好一点。那么如果是1980欧的月薪来看呢，那其实两个人的家庭呢，差不多也就勉强也不会过得很好的啊。那么移民还要再增加，比本地人消费还要再高一点，对吧？那么我也做了一个额外可能支出的我们需要付一些什么样的成本大家看一看。首先是语言跟办证的费用，对吧？为什么我们要搞语言课程，要学习语言呢？要搞这个签证，要续居留要搞一些翻译文件对吧？这些都是要付钱的就自己是搞不定的就像语言，有些人说有些地方有一些免费的，其实那个很紧张，很紧张基本就是给一些就是有一些那种需要困难帮助的人群，对吧？他们占据了，而且那种就是说白了那种力度，你学个10年都不一定能够学到什么因为他1星期就给你上个一次课，上个一点点时间那么还有就是住房，对吧？住房因为本地人他拿这个收入他有税单，对吧？他这个工作的收入，那么他去租房子呢，他就方便一点，是吧？那么房东看他有工作的，有这个收入的，那么押金都是押1个月然后就可以了，付款有每个月付的。但是像就是没有在这边工作的那也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别的国家的人。那么你租房子的时候呢，房东他就担心了，对吧？往往呢，现在很多人租下来，他都是要付什么半年或者一次性一付或者说他多付几个月或者押金很高对吧？反正就这个其实也要占用你的钱，对吧？还有就是食物食物呢，你像最基本的那他们比如说吃意面，意面最便宜的差不多在1欧元可以买1公斤。那么如果我们吃大米，对吧？我们吃大米的话，这个差不多要2欧元才能买这个1公斤的大米那么一般呢，你说这种亚洲食品什么油盐酱醋什么麻油辣椒酱，什么辣椒粉反正好多，对吧？就算是泡面各种各样的食品，你的成本你就是会比别人要高很多这个亚洲食品就是要比本地的这种食品要高很多那很多人说他说我能不能就全部完全的跟本地人吃的一样？我觉得很难就尤其是年纪越大的越难这个是完全适应不了的。
那么社交娱乐啊，社交娱乐呢，你说你要适应一个新环境，对吧？或者说我们移民过来的，我肯定要到处跑来跑去玩一玩，我不可能说我一来我就整天待在一个地方，我就整天住在家里面，对吧？这不可能的，我也要到处跑来跑去，要旅游要去看。那么你一出去，你又要交通，你又要住宿，你又要吃饭，是吧？啊，所以这个就是额外的一个成本，而且这个成本，也不是特别的低啊。那还有就是保险喽，保险的话啊，我们不是这边的本国的公民是吧？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享受它的公立医疗的啊，我们要额外买这种私立医疗，并且呢，就是呃都是买的比较贵的啊，没有等待期，没有那个共付额的啊这种医疗保险，那个移民局才认可啊，所以这个保险费用是很贵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贵啊。还有呢，就是一些什么汇款啊什么的，对吧？啊，很多我们生活在这里，如果是从国内打钱过来什么的啊，就多少是有损耗的，随着汇率的浮动啊，对吧？我记得以前欧元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低，就只有差不多是6点几啊，那现在都基本上要接近8了，对吧？所以银行这边还要收取这样的费用那样的费用啊，银行这边可能还要看这样的手续那样的手续，那这个都意味着是成本，对吗？还有就是教育的，那么教育的呢，如果是有孩子的人，对吧？那么你语言肯定要让孩子适应啊，是吧？你肯定要选这个私立学校，或者说是双语的这种学校，或者说要给孩子额外的去补习语言啊。尤其这个随着孩子的年龄越大一点，可能就是成本就越高一点，那这个费用也是不便宜的，对吗？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项呢，一个是住房的啊，就是房东呢可能要收6个月或者更高的一些押金，对吧？你会比本地人花钱。第二个呢，就是食品啊，如果坚持是自己要炒菜、要烧菜、要吃中餐啊，那我们的这种米啊、调料啊，价格是很贵的啊。那么医疗啊，就是保险，保险最低的啊，你差不多也要50到150欧元一个月啊，就是这种无共付的啊，年纪轻的30岁的可能50啊，像我这种的40岁的，那么就100啊，年纪再大一点的150，对吧？这个已经是很便宜的保险公司，贵的保险公司收费更高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刚开始呢，你的这个成本呢是确实一定会比本地人高的，对吧？因为你各种各样这种费用，但是如果你长期的如果你生活了，对吧？那么你也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经验啊，那这种经验呢会让你稍微少花一点，但是我也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刚开始我觉得我们要比本地人要多花50%的钱，然后住了久了，长期了，那么你差不多比他们多花20%的钱，就是生活习惯各方面的对吧？而且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已经说的很客观了，我都没有说那些购买生活用品啊、衣物啊这些东西啊。你说你买一个像外套这种外套一件200-300欧元啊，你买个太阳眼镜，100-200欧元，对吧？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你过段时间你要去买一些东西的，你鞋子啊、裤子啊，对吧？我这些都没说，这些如果都加在里面，那这个成本就不能算了，是吧？因为你这个一家人如果2-3个人，你每个人都给他就是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你要买一些衣物什么，这个成本加上去，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再说一下税收的问题啊。那么税收呢，我也仔细的做了功课做了一个表格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根据
西班牙的税务的法律啊，就是我们是不是西班牙的税务居民，对吧？那么税务居民它主要有两个认定的方式，一个呢就是你一年里面在西班牙居住超过183天啊，这个是连续和非连续的啊，就是说你累积起来，对吧？有没有超过183天？或者说就是你连续的就一口气住了183天，对吧？有没有超过？第二个呢，就是你主要的利益中心是不是在西班牙，对吧？比如说你的收入有没有在西班牙？就是你在西班牙赚钱，对吧？如果就只要你是符合上面这种条件的那么你就是西班牙的税务居民，你就需要按照全球的收入去纳税的包括比如我们中国人，我们在中国的养老金房租的收入那么有的人他说我办一个非盈利的移民，那我不住满183天，那我不就是一个就不是税务居民了，对吗？那其实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住满183天，你不是他的税务居民，你去续签，他不给你续签了呀，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续签，你肯定是有长期住在这里的需求，你才会去要办1年、2年甚至3年的居留，对吗？如果你不是税务居民，你不需要常住的，他直接跟你说你办旅游签就行了，我就拒绝你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人家是不会做亏本的生意的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收入怎么样去纳税呢？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金那么养老金呢，中国其实有2种养老金一种呢就是公务员那种政府官员是吧？政府什么公务员？那么西班牙呢，它是不对外国的政府养老金，什么公务员退休这种征税的它只对这种就是社会养老金去征税。那么比如说你之前是在某某某某某政府里面上班的，对吧？你是个公务员，那么你退休了，你跑到西班牙来，你这个养老金，那么它是不征税的那么如果说你是之前你在一家企业工作这个企业只要不是政府公务员性质的那么你工作了，你工作了以后，虽然我们也是向中国政府交的社保，对吧？但是你这个养老金你就属于社会养老金，这个养老金它就要为你交税那么西班牙呢，它跟中国它是有双重征税的协议的就是说，你在中国交的税交了一部分，对吧？那么你到西班牙这边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抵扣的。举个例子它收税是10%，那么你10%交掉了，那西班牙如果说收20%，那么你拿中国10%交掉的证明，对吧？翻译公证然后给到西班牙的税务局，那么你在这边只要再补上西班牙的额外的10%就可以了不是说那边收了10%，到这边再为你收20%，加一起30%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中国的房租的收入要不要交税呢？那当然要交税，对吧？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你在泰国，还是你在美国，还是你在哪里你只要是收入，只要是他的税务居民，你就要全球收入都要报税那么这个收入呢，你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税呢，它的税率是从19%到47%当然了，这个税呢，它可以抵扣一些就是费用，对吧？比如说你在西班牙这边，你有贷款或者说你有西班牙的一些什么房子的维修或者说你有些物业费，对吧？它可以用你交的税抵扣一些但这个很少不多的。那么如果你是西班牙的税务居民呢，全球收入根据2024年的标准，它的税率是这样子的，就是收入是0到12450欧元，它收你19%，接近20%，对吗？如果你有房租，一个月租出去1万块，那么你也要交给他2000块，对吧？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么收入12451欧元的到20200欧元的，那么是交24%20200的到35200的欧元的是30%。
35200的到6万欧元的是37%， 6万欧元的到30万欧元的是45%， 30万欧元以上的啊，差不多就是47%。所以它的这个税呢，基本上啊是要交50%左右，就是最高的。那么最低呢是20%左右，好吧？那么如果你是非税务的居民啊，那么你的西班牙收入啊，比如说你并不是西班牙的税务居民，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一下吧。比如说你没有在西班牙住满183天，对吗？但是你在西班牙你有一套房子啊，就有的人他说我来投资旅游，我买个房子，然后我走了，我把房子租掉，对吧？那么你又不是住在西班牙的，那么你也要交这个税啊。这个税呢是多少呢？是如果你不是欧盟的居民，那么你就是24%啊。如果你是欧盟的居民，你就是19%，理解吗？啊，我再说一遍啊，就如果你不是西班牙的居民，就你不住在西班牙的，但是你买了一个房子，或者说你在这边有一些什么外快，对吧？有个西班牙的老板请你做一些远程的工作啊，你赚了他的钱，那么你这个也要交给西班牙税务局，交24%。如果你不是欧盟居民，就你不住在欧盟的，比如说你住在中国，对吧？他也要问你收24%啊。那如果你是住在欧洲的，你比如说你住在什么法国，你住在德国，对吧？那么他要问你收19%啊，这两个是固定的啊。好吧，那个一口气讲完了啊，口干舌燥的。那么我想我讲的也很清楚了，对吧？我希望这些东西对大家能够有帮助啊，谢谢大家。